眼前这位长相奇特、造型拉风的装甲车呢，是乌军最新获得的秘密武器 M1150 突击破障车，其配备有 3.2 吨炸药，威力堪比10枚导弹。那么这款武器将会为乌军带来哪些帮助呢？咱们接着往下看。地雷呢，作为一种价格低廉、便于制造的武器，可以非常方便地被布置在很大的范围内，给敌人的军事行动带来阻碍。乌克兰这段时间就被俄军的地雷阵搞得焦头烂额。华盛顿邮报报道，从反攻开始之前呢，乌克兰从合作伙伴那里获得的所有工兵和工程设备不到所需的 15%， 这减慢了乌克兰的反攻速度。因为俄军的防御工事前地雷密集，乌克兰士兵们表示在乌克兰紧锣密鼓地进行反攻的准备工作时，俄罗斯人也没闲着，他们在防线上布设了密集的地雷。据了解，俄罗斯在其主要的据点前5到16公里的土地上呢，布满了反坦克和杀伤人员的地雷及半线。这些雷区给乌克兰造成了不小的装甲力量损失，这也使得乌军不得不改变战术，不再使用西方伙伴提供的步兵战车和主战坦克猛冲猛打了，而是派出步兵缓慢推进。即便是这些西方坦克已经在实战中表现出了卓越的性能，就算是被地雷炸到，坦克成员大多数人呢只是受了轻伤，但坦克还是无法突破俄罗斯的地雷防御带。因此盟友们手中的扫雷武器是乌军最大的需求。在美军手中的 M1150 破障车则是北约各国扫障装备中数1数2的存在。根据环球网的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主持了一场向军队移交美国新一批援助物资的仪式。在他的发言讲台后，一辆崭新的美制 M1150 破障车尤为夺人眼球。因为这款特种作战车辆的外形极具辨识度，而且它也是乌军目前所急需的装备。这辆价值高达400万美元的美国装甲车不仅继承了艾布拉姆斯坦克的坚固装甲，它的炮塔也进行了全新的设计，配备了烟幕弹发射器，车体高度高了不少。除此之外呢，该车还配备了英国制造的扫雷铲及推土铲等附件，以及扫雷炸药线的发射器。这装备的到来会对乌克兰的军事能力产生深远影响，尤其在处理地雷和扫雷任务方面，为乌军提供宝贵的支援和防御能力。在阿富汗战争时期呢 ，M1150 首次投入战斗，美军的坦克就凭借着这款破障车的保障，得以在战场上横冲直撞。该车在各种爆炸物和直线火力威胁下，成功为美军开辟出一条安全通路，而且不用担心被地雷埋伏。下面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这款装备的强悍之处。M1150 可以说是一款专门针对强行突破雷场设计的破障车，用于清除布满地雷和其他障碍物的战场，否则这些障碍物呢会阻碍友军完成指定目标任务。该车辆呢可以为友军车辆创造出一条安全车道，并且可以突破或者强行通过攻击部队的防御。从美军公开的资料显示，这款工程车使用了 M1A1 的许多组件，尤其是整个动力总成和悬挂系统和其1500马力的燃气轮机和6速变速箱都有延续。因此呢，其公路速度和越野速度也和 M1 一致，分别为每小时72公里和每小时48公里。同 M1 系列坦克相比， M1150 最大的区别在于它完全拆除了炮塔，更换为大型上层装甲结构，并且加装了多种设备。它的上层结构前部形状呢与 M1 系列的炮塔相似，被49块可拆卸的爆炸反应装甲块所覆盖，能够有效地应对来袭的威胁。在原 M1 主炮位置还有一个厚度约100毫米的间隙装甲保护，侧面还有备用的负重轮、备用履带板、牵引钢缆等附件。由于没有炮塔以及自动化设备的普及， M1150 只需要车长和驾驶员2人就能操作。驾驶员的位置与 M1 系列的驾驶员位置相同，位于车体的前部，车长的位置呢则位于上层装甲结构的正中间。同时它也操纵着全车唯一的防御性武器，一挺 M2HB 重机枪。这挺自卫机枪呢，可以通过电动或手动来控制俯仰和旋转，也可以使用官舱遥控射击模式。此外呢，上层装甲结构的左右两侧还各有2排烟幕弹发射器，每排4个，共16个。遇到敌方坦克或者反坦克战斗小组时，可以发射烟幕弹自保。这些自卫武器
对于一款重型战斗工程车已经足够了。至于在最关键的扫雷功能上，它配备了全宽地雷离、车道标记系统和2具强大的地雷爆破锁装药系统，能够快速地突破雷区或者其他爆炸性危险的道路。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该车使用的大多数扫雷设备都是来自英国的皮尔森工程有限公司。这些设备呢，可以根据任务的不同进行快速安装或者拆卸。当装备战斗推土铲时 ，M1150 的绰号是铲刀，但装备全宽扫雷离时，它就变成了碎纸机。当然，这些绰号呢，并不是美军官方的名称，其来源应该是制造商或者是美军士兵，而它们的作用呢，也各不相同。首先要提的就是该车最强大的扫雷设备——双线装药爆破发射器。它所使用的型号呢是 M58 火箭投射爆炸线装药扫雷系统，外观看上去很像一大串香肠，主要是被用于清除大面积的爆炸装置或者障碍物爆破。其单条线型装药长度可以达到107米，重量合计790公斤，通过一条尼龙绳固定在火箭上，最大发射距离在91到137米，引爆后可以清理出100米长、8米宽的车道。一般情况下呢，其炸药会装在大型装甲箱中，发射器则位于车体上层装甲结构后部的左右两边，由装甲盖板提供保护。虽然 M1150 的上部装甲结构可以进行180度的水平旋转，理论上可以在任何角度进行扫雷，但根据美国军方使用手册显示，它只能在正前方进行发射火箭。在发射完成后呢，就需要重新装填发射器。不过由于装药量比较大，因此这项工作只能通过起重机完成。说完了其爆破发射器，下一个就是它的扫雷离了。其宽度达到了 4.5 米，可以覆盖和清除主战车辆的宽度。扫雷离共包括了3个单独的刀片，分别位于左右两侧和中间。中间的刀片是一个小的微型刀片，两侧外刀片上呢有9个锯齿，而中央较小刀片上有5个锯齿，较小的延伸部分可以折叠在外刀片的侧面，以形成更宽的路径，固定挖掘深度为36厘米。由伸到叶片前部的壁上的3个滑橇控制，它们通过连杆和叶片连接，并与地面贴合，从而使叶片贴紧地形运动。而通过内置的电动液压系统，还可以进行高度调整，以适应不同的作业。工作时就像耕地的农具一样，挖开地面，透过穿透地面的锯齿将爆炸物掘出，然后将其安全地推到远离车辆的两侧，从而形成安全的通道。并且呢，为了标出扫雷出现安全通行的车道， M1150 还有一个障碍物标记系统，它呢也被称之为车道标记系统，安装在车体上部结构后面的发动机甲板上。OMS 使用电动气动分配系统，以可控的时间间隔或者距离向地面发射标记杆。除了能标出安全车道外，这些标志呢还用于清楚地标出两边危险障碍物或者带电雷场。该车的两侧各有一个标记系统，内部装有50支标记杆，每支标记杆的长度为1米，标记杆的末端附有高可见度的标志，也可以使用荧光、反射光或者 LED 增强的杆子代替。气动标记杆呢可以手动或者自动触发，它们可以在多种表面上使用，比如沙子、土壤和砾石，甚至可以穿透沥青和混凝土。除此之外呢，该车还装备有集成视觉系统，该款装备呢实际上就是一种闭路电视。整个系统主要是由4个摄像机组成，位于车长位前部，它可以在晚上通过红外线提供360度的视觉。通过集成视觉系统，车长可以在车内直接查看扫雷或者爆炸物清除作业的进度，可以避免清理爆炸物时爆炸碎片对人员的伤害。而在以上设备的帮助下呢， M1150 破障车可以比工兵徒步巡逻更快地清理路线或者雷场，并且它不需要找到简易爆炸装置或者雷场。它所要做的呢，就是直接强行穿过这些禁区，帮助乌军在俄罗斯的重重雷区当中趟出一条推进之路。至于美国具体援助的数量是多少，目前还不清楚。乌克兰呢，也只是在最近展示了1辆 M1150。根据外媒报道，这辆登上媒体的 M1150 应该是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的450亿美元援助计划的一部分。而且考虑到美国陆战队已经不再使用这种装备，并且移交给陆军了，这也就意味着这次美军援助的扫雷车数量肯定不会少。而且这辆战车的能力来看呢，绝对能在乌军接下来的排雷作战中发挥出不小的作用。
而且它还能和 M1 坦克进行数据互通和资源共享，正好能够和乌军的 M1 坦克进行配套作战。只不过在使用这款装备的时候呢，乌军也需要注意防备俄军无人机的袭击。毕竟此前芬兰就向乌克兰提供过6辆豹 2A HMBV 扫雷车，这是在德国豹2坦克底盘上发展而来的一种特种用途车辆扫雷车。只是该车在俄乌两军激战的奥列霍夫斯基方向遭遇了俄军柳叶刀无人机的袭击，这也进一步导致了乌军突破雷区的速度放缓。因此在接下来的推进过程中呢，如何保护扫雷车也是乌克兰所需要注意的问题。而除了 M1150之外呢，乌克兰最近也迎来了一个关于 F-16的好消息。根据荷兰国防部报道，5架荷兰 F-16战斗机在11月7号启程前往罗马尼亚，在这里建有飞行员培训中心。据了解，目前荷兰已经提供了12到18架 F-16战斗机供乌军飞行员训练。早在今年8月份，荷兰就承诺捐赠一些自己的 F-16，以帮助乌克兰对抗俄罗斯。除此之外呢，北约成员国丹麦、挪威和比利时也宣布将向基辅提供少量的 F-16储备。欧洲政策分析中心高级研究员戴维斯表示， F-16在入乌后会扮演空中拦截或地面支援角色，他们可以瞄准俄罗斯的指挥和通信、后勤供应、防空和电子战能力，最终帮助乌军成功实施反攻并夺回领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最近还有俄罗斯媒体报道，有2辆卡车于11月2号从波兰进入乌克兰，车上发现装载着被拆解的 F-16零件。不过呢，这件事情并没有得到其他媒体的证实，因此暂且不能当真。但即便如此，2023年末援助 F-16战机给乌克兰，本来就是北约各国对乌克兰的承诺，再加上现位于罗马尼亚的培训中心已经建成， F-16入乌也只是早晚的事情了。在入乌后呢，这些战机可以被用来对抗俄军的米格31和苏24，彻底夺取制空权。而且 F-16携带西方先进武器的能力，比如说 AGM-88、哈姆、英国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和反舰导弹，也都能够大大提高乌克兰的战争能力。而乌克兰的空中力量的增强，则能给俄军带来重大的作战和后勤挫折。当然，也有不少人认为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战机数量其实并不足以让乌空军完整的拿下战场制空权。比如说，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最近就一直在试图淡化 F-16的重要性。他强调，这些飞机数量有限，不会对俄军构成长期挑战。而且他还表示，俄罗斯防空系统在过去1个月击落了相当数量的乌克兰飞机，包括米格29战机。因此，对于 F-16入乌，绍伊古显得十分自信，表示俄军可以在20天内将所有的 F-16消灭。另外呢，还有不少俄罗斯军事专家表示，俄罗斯拥有苏35战机、A50预警机、S400导弹系统的组合，可以有效瞄准并击落 F-16。因此，他们认为，尽管 F-16能力先进，但是在战区可能面临同样的挑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先进导弹和战机的加入，已经对俄罗斯的飞机以及地面部队构成了重大威胁。而且无论怎么说，北约各国决定加速向乌克兰交付 F-16，已经表现出了加强乌克兰防御的态度。待到 F-16被编入乌克兰空军，也必然迫使俄罗斯调整战术和战略计算，因为这些飞机构成的威胁不容忽视。当然，最终的结果呢，还是要取决于 F-16在战场上的表现了。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订阅按钮。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